谢谢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我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啊，最烦别人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开点儿。7岁那年，我妈领我去医院看病，医生说不太好治，看开点儿。哼，看开点儿。我得的病是斗鸡眼儿，主要症状就是看不开。医生说我是先天有斜视的基因，然后那年突然间就发作了。我挺不适应的，因为斗鸡眼有特点，看东西会重影，就一个东西在我眼中会变成2个甚至4个。当时我妈可愁了，说咱家这点钱手术费咋够啊？我一看那钱，我说这不够了吗？我到现在还记得，3年之后我眼睛治好了，看东西不重影了。然后有一天打开了李清照的词，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。我说妈，完了，复发了。但对眼也有优点，当时我家亲戚都来安慰我妈，说你女儿很优秀，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。所以当我眼睛治好那天，我想我这不就完美了吗？我再去亲戚家串门，我给人看我眼睛，看我眼睛。亲戚说，哎，这孩子眼睛哎，怎么单眼皮呢？想当年我对眼的时候，谁看我眼皮呀？再长大，这孩子怎么有点矮呢？这咱孩子怎么有点黑呢？这孩子腋毛支出来了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不是说好了我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吗？我问我妈，我说妈，我有这么多毛病吗？我妈说你有这么多亲戚。这个世界谁懂啊？他就一定要挑你一点毛病，那你要是努力改变自己去迎合他，你就是给他脸了。你莫不如就抛给他一个大毛病，就没有人挑你小毛病了。我想问，谁看见7个小矮人会说，哎，这几个人牙黄？谁看见伏地魔会说他有灰指甲？谁看见杨过会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不刮腋毛啊？让我来刮腋毛那个亲戚，他看见杨过他怎么说？杨过的腋毛问题可太大了，杨过是右边腋毛遮不住，左边腋毛刮不着。我都理解《神雕侠侣》里那只雕为什么那么喜欢杨过，因为那儿有窝。但是没有人会在乎杨过的腋毛，除了那只雕。雕说：“我就喜欢待在这里，这就是我要的夜生活。”所以，如果别人总挑你小毛病，那就只能代表你没有大毛病。我职场也是一样，我当时在英国上学的时候，也在一个印度餐厅打工。当时我那个印度老板拖欠我们所有人试用期工资不给，我说我去管他要。他当时在食品库房点货，我说我要钱，他不理我。我说那我申请仲裁，然后转身摔门而去。我这一摔门，一阵冷风，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食品库房，这是零下10几度的冷库。也就是说，我要把我的印度老板冻成预制咖喱。当时我也很慌，我在门口想密码啥，密码啥，我得打开呀。但是人在慌乱的时候是不可能说英语的，我是不可能在那 Oh my God， 我不可能，我在那说的都是东北话，而且越着急我越考吃，我在那啥玩意儿。我远处的印度同事完全听不懂我在干什么，他们只知道我去找老板吵架了，所以他们以为我是故意把老板锁在了冷库里，然后朝着冷库的门说东方咒语。其实当时我朝着门，我是这样的，我说完了，啥玩意儿，锁里头了咋办呢？锁里头了咋办呢？我这套咒语被我的印度同事模仿了1周，他们是这样的：哇沙，哇沙，哦苏里土里咋办呢？苏里土里哦咋办呢？咒语事件之后哈。他们就传我精神不好，但是当别人都觉得你精神不正常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再挑你别的毛病了。以前我老板老挑我不爱笑，现在我笑他都哆嗦。那天来了一桌客人，那几个小孩大吵大闹，我也不管。这要搁以前，老板肯定挑我，服务态度不好。但是那天他觉得我做得很好，因为他刚检查冷库，里边没有小孩。以前我总是在想怎么去打动老板，现在想明白了，打就过分了。动一会儿就行。
这个大毛病能掩盖小毛病的理论，我沿用至今。前几年我妈生了一场病，现在她完全康复了，啥事没有。但当时有那么2个月，她需要剃光头发，戴假发出门，就老有人挑她，说你这假发看着有点假，多荒诞的挑刺儿啊！这相当于你说，哎，我这指南针怎么老指南呢？我妈当时就很生气，说他们怎么总说我？我说妈，他们就是一定要挑你点毛病。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别人老跟你说，你女儿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。你现在往好了想。你就把假发摘了，走在街上，就没有人敢说你有小肚子、歪八字儿、驼背，还爱背假包。我妈说谁背假包了？我说妈，你包上写的是喵喵。我妈说就你眼睛好使，早知道不给你治眼睛了。我说你要不给我治，我看的就是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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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既然这个世界总要挑咱点毛病，那咱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觉得这个人除了有毛病就没毛病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咱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我们掌声再给彩玲。好多朋友就是在台上都聊自己小时候这个有点小毛小病的事儿。这个节目组从来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演员，那个他们好像收集了你小时候的照片，是不是？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节目组蛮过分的。对，因为当时我说妈，我怕别人觉得我是编的故事，然后我说你给我找一张我小时候对眼的照片，我妈就是不给我。她说什么节目让人展示自己的缺点，然后换取别人的笑声？我说这样的节目1年还有2档，你上哪儿说理去？姐，我就问你一个事儿，你小时候你得觉得这钢琴老长了吧？啊，对。但我们看的挺开心的哈，尤其知道这个最后也没有太多影响。天真姐。首先，我觉得彩玲就是你一定要把脱口秀一直讲下去哦，因为我觉得你每一场都比上一场进步很多，然后每一场都比上一场自如很多。你今天都讲的是你自己的人生故事嘛，就不像我们在短视频里看到讲老公、讲小孩，都讲你自己，就听他讲，你讲你的人生故事，很容易就跟着你走，然后就会很放松，然后就很想听你一直唠下去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坚持下去，要一直讲下去，你可以很好。谢谢。就觉得我姐这人生态度太合适了，非常受用。因为我也经常会有这个，但是一直没狠下心这么去做。什么手术啊？不是，就是有一大毛病，别人就不管你这些小毛病了啊。因为别人总夸我说，哎，你这人没什么大毛病，但是你这点不行，那点不行，怎么样的，特别烦，是吧，哥？我还好，我平时看你视频特别多。那话咋说？我的天哪！我虽然第一次看你就是现场说这个脱口秀，但是我觉得你节奏整个非常好。但是这个逗眼儿是一直逗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我是做了手术，给我固定住了，就这眼睛给我挪过来了，所以我今生不再对眼儿，就是啊。其实你们都不知道，实际情况太荒诞了，我就怕你们不信。我是被一个野狗给追了，我逗它，完那狗追我，然后我就吓着了。回家之后就过了几个小时，就开始对眼儿，就越对越严重。哎，你说逗狗能对眼儿？它明明叫斗鸡眼儿，它逗狗眼儿。这一篇就是我当时写完的时候，也有人说这个其实是个小歪理，但是有的时候正理解决不了你的不开心。其实正理就是不应该挑别人毛病，但是大家也不听，所以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歪理。就是当你觉得别人不喜欢你或者挑你毛病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因为他就是需要挑毛病，你要给他挑。你看小佳，没有人说小佳发质不好，对吧？好像确实挺好，主要是挺浓密。黑灯发质一般啊，没什么。我这好，开玩笑。慧芬姐，我觉得彩玲这几次讲的内容，我身为中女，就我特别有感觉。但我常常在想，因为世界我们好像永远都是看到挑人的毛病，可能对自己也是挑毛病，很少看到自己的好，然后对自己非常的严苛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你站在台上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。
就是因为你有那个自信，所以你才有办法把这些事情。侃侃而谈的讲出来，但我想问你怎么克服这些？因为多多少少我们还是会被别人的眼光，或者甚至我们最亲的家人，可能妈妈嫌我一下，我会真的相信我就是不好。怎么样让自己从那个当中去转换那个心境？我抽到这个主题之后回去，飞机上就写完了这个，就是因为我前2天我的朋友他就是一直有满脸的雀斑，然后很严重的，大家就总说他，然后他做了6次激光，这个雀斑终于淡了，然后马上就有人说他那个双眼皮宽，然后我当时就给他发微信，我说造化弄人，你先弄造化，你就先弄他，就是你就不要再审视自己了，你不可能在别人眼中是完美的。是的，世界好像总是要挑咱们的毛病，那我们又何必搭理呢？对吧？自己快乐就行。再用 vivo S30拍一张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， 这 Live 图啊，就别说亲戚了，谁都挑不出毛病来，就像我这个丝滑的植入一般。我们也谢谢彩玲的表演，那么仍然。最高分的演员会直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，彩玲也是拿到了4票满票。那我们看一看目前的最高分究竟是谁呢？我猜是彩玲儿。我觉得啊，是小佳。小佳的分儿，他不会比谢低多少。那我支持彩玲老师。我也是。恭喜小佳179票成功晋级。期待你下一赛段的表现，请前往晋级区就座。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干啥呢？你吓我一跳！我就是站起来运动运动，我怕写稿做时间太长了，养成工伤了，这都。我怕你跳成工伤。给你看个好东西，飞鹤爱本鲜鲜粉，专利益生菌，高纤低脂轻负担，自律一杯唤醒鲜活力。来，姐，喝点。哎呀妈，早知道有这玩意儿，刚才不用搁这转圈跳操了。谢谢啊，月明。回去给大胖媳妇拿去试试。哎，姐，你给我留点，没说都给你，给我留点啊。下一位朋友也是今年的新朋友，上一次他跟我们聊了很多动啊、不动啊这些精彩的表演。那今天他是懂还是不懂呢？掌声有请徐指导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徐指导啊。我家里是做这个化学化工方面生意的，然后我大学也学的是这个化学工程啊，所以这个世界我懂，主要是由这个分子、原子和离子构成的。从小我爸就跟我说，儿子你就学这个，毕业以后跟爸一块干，你就妥了。我顺利入学那年，是我爸做生意挣钱的最后1年。他老跟我说什么儿子这个行业你别着急，越老越吃香。我说爸，那您吃香了吗？他说我呀越活越年轻。我那时候都不敢接他视频，我看他打过来，儿子那个生日爹没有什么可以送你的，那个公司的法人就先转给你吧啊。爸想先去美国待一段时间啊，你要相信这个行业马上就会迎来转机的啊，爸也马上要转机了，好吧？挺迷茫。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，该干什么。但我明确的就是我不太想学这个化工。就我这人就是这样，就虽然我毫无主见啊，但是我充满意见。我这个性格最适合的工作应该是当甲方。我不知道想要什么，但这个不行。当时有门课，我就很充满着意见。那门课让我们每个人磨一把锤子。我说咱不是学化学的吗？那锤子能是磨出来的吗？各位，我理解的化学应该是我把药水滴进烧杯里面，嘟嘟嘟出来一把锤子，这是。我同学就劝我说，这就是门水课啊，谁都能过。我补考了，还水课，我火命水克我。我补考磨了4个小时，我要不就别叫徐指导了，就应该叫我徐志摩啊。轻轻的我走了，不带走一片及格。我带着那个补考的锤子回去，同学见我都夸我说你真是有2把锤子啊。因为他们都很在乎这个分数。我室友很焦虑，跟我说隔壁寝室那个某某也太牛了，
他锤子磨了个 A。我说他咋磨的呀？那锤子磨完不应该是个 T 吗 ？A 你磨的是个锥子呀！我真的很想远离锤子，想做点稍微有意义的事情。当时都说大数据就业好，我就考研去了统计学专业。我上岸那天心里贼狂妄，我看着那些本专业的同学，我心想，哥们要去搞大数据，你们懂个锤子。各位，我今年2边节目选的这边，主要就是因为这边的嘉宾席里没有来自锤子科技的。我以为收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真的就离开锤子，可以做点稍微有意义的事情。直到读研的某一天，我室友跟我说，隔壁那个某某也太牛了，实习单位贼器重他，现在领导的外卖只让他帮着拿上去。我说你要实在焦虑的话，以后我的外卖只让你帮我拿过来。我这把是不用比做锤子，该比做孙子。早知道我把锤子带过来给领导捶背用。再比谁劲儿大，你不使劲给领导后背捶青了，怎么获得领导的垂青啊？这劲儿要还不够大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同学那还有把锥子呢。但我很快就发现，真正的迷茫和不懂发生在毕业后工作。我去了一个那种给领导打杂的岗位，我进去就知道他应该不需要什么专业能力。就我们4个学的专业分别是统计学、计算机、法学、历史。就我们4个一块上过的课，那就只有思想品德了。岗位要求人品端正啊。计算机那哥们能来这儿上班，他就应该不会计算机。这种谁都能干的岗位，这种废物岗位，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学名叫管培生。我作为管培生的第1天，领导交给了我一份重要的法律文书。我说这是让我学着去编辑一下吗？他说你今天啊，主要就是把这个文件快递出去。我说这么有挑战的任务，要不找个物流管理的研究生干嘛？但我真干了才发现，发快递其实流程极其的繁琐很长。就我发快递给自己发出成就感来了，就我就发现了自己的没出息。就一个事情，无论它多么的无脑啊，无论它多么的简单，只要它流程足够多，我干完就会有成就感。就比如说各位你们报销过吗？啊，贴6张发票，走12道程序，报下来51块钱。那一刻我感觉那51是我挣的啊！我当时就感觉我变了。我现在觉得本科隔壁的大哥也太牛了，他锤子可磨了个 A 呀！啊！我封好快递皮，走好全部的程序，完完整整的交给了快递员。啊，我说我终于完成了一项啊，顺理成章完成了一项如此伟大的工作，这应该是我磨的最好的一把锤子了吧？我开开心心就上楼了，然后发现那个法律文书还在桌子上，崩溃了。念了4年化工211本科，2年统计学硕士，毕业以后发快递，给快递皮儿发出去了。我说我要不再去考个物流管理的博士吧？啊，我都不敢想象对面那个领导收到文件以后什么心情。我打开以后，法律文书呢？这怎么万法皆空啊？我觉得如果我能穿越回2年以前收录取通知书那一刻，我应该可以跟他共情，就着急的打开，发现原来它就是个空壳。我想起三国里有一段故事，曹操当上魏王以后，给他的谋臣荀彧发了一盒果品，荀彧打开以后发现是空的，他自杀了。他说魏王是告诉我盒中无果，请君自采，所以他自裁了。大汉臣子荀彧死于谐音梗。你怪不得这个荀彧他那么的反对这个魏王啊，建国是吧？我知道这个有点巧妙啊，你们这是又懂历史又懂喜剧的你们。但我回过头想一想，我在发完空快递以后，我再一次读到这个故事，有时候我在想，你说荀彧老师，你看到一个空的盒子就自杀了，会不会有可能你着急了一点？就有没有可能你回去看看那些果品，它就在曹操桌子上呢？会不会是那个替曹操送果盒的小兵啊？他也只是曹操新招的一个管培兵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，我就知道。